还有演员胡军老师，有请。还有于适、翟雨佳、王子晨、卢鑫，还有红烈小朋友，有请各位主创。欢迎，持续的掌声一并送给他们，好吗？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我们的小家伙也来了哈。好嘞，来，这一场呢是我们的媒体朋友的专场啊，有很多我们的媒体朋友。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各位主创依次和我们的观众和媒体朋友打个招呼。来，导演。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谢谢了哈。大家好，我是雷雨的扮演者王一博，谢谢大家。欢迎一博。大家好，我是邓放的扮演者于适。大家好，我是爱穿红裤衩的夏鹏飞扮演者陈雨佳。大家好，大家好，欢迎雨佳。大家好，我是同感的扮演者。讲了很多对于见到飞机非常震撼、很难忘的事情。其实还有一件很难忘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拍摄的道具器材上非常的难忘。因为我们在呈现座舱里的拍摄的时候用的，其实就是真的座舱。在一个很高的高空中，然后那个座舱会进行旋转，我们坐在里面，然后后面有很大的一圈 LED 的屏幕，让我们其实真实的能够帮助到我们对于在空中的感受。同一段的座舱里面是双座嘛，然后是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然后这样一直在转圈，其实能够完全感受到的那个尾旋的状态。是笑泪燃爽炸，然后来概括。然后我也想笑泪燃爽炸。对，然后我也想请问一下各位主创，就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当大家看到真实战机是什么样的感觉？谢谢。好，那我们谁呀？雨佳。要不我们一块儿做个表情回应他得了吧？好，统一块儿什么表情啊？1、2、3，哇！就真的是就是每个人的表情都这么的统一，这也不是。对，你看的其实哪一场戏让你印象是最为深刻的？甚至坐到里面的时候，那个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确实坐在 K8V 里面跟歼20里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K8V 这事儿只有你体验了，其他几个人都没体验。大队长也体验了，对。K8V 的话还是能够有一些机械感在里面，能够操纵，然后我的踏板、方向舵都是能够控制到飞机实时的动态的。但是坐到歼20里面就是不敢动了，就是什么都不敢动，就只有震撼。对，我觉得这份对这个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和儿子的关系是怎样理解的呢？好的，我们来听听一博的回答。因为确实雷雨在前部队跟到了那个识别局的身份不一样了之后，雷雨面对到的危险也不一样了。可能之前父母是不知道的，到后来父母知道的时候，其实雷雨已经不知道该去怎么交代了，因为已经出现过了危险，然后也一直在做隐瞒。当父母出现在面前的时候，确实雷雨，我觉得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因为确实也是父母一直不希望雷雨去做的一个事情，但是雷雨又一直在坚持在做。但是经历过了张大队的牺牲，雷雨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他不能去放弃，他也只能继续往前行。所以他可能对父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是我对不起，我孩子不孝，我只能这么做，没办法，是所有人的一起努力的东西，不能因为我不做了，对，这是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但是直到父母说，那你想飞就飞吧，注意天气。注意天气其实更多的是说让雷雨安全，但是还有一个层面是，父母根本不知道你在空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险情。其实天气并不是最危险的一个险情，很多险情比天气更加的危险，但是对于雷雨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了。这部电影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到试飞员。对，谢谢大家，谢谢一博，胡军老师。我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在健身吧，好吧，就是拍摄和不拍摄、休息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卷，每一个人
都在健身。这个呢，包括每天去控制油、控制碳水，还有控制盐，每天吃的饮食全都是水煮。我们吃了一部戏，所以说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有一个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以至于后来大家都聊天，哎，走啊，今儿练什么啊？今儿练什么？练一波。最积极的是一博，练吧，练吧，今天练吧。对，一博永远是第一个。练吧，哎，今儿练不练？走啊！因为已经沉浸在那个氛围当中了。对，其实每个角色都很努力。其实包括今天没有在现场的卜玉，他为了这个英俊那个角色，他为了这个角色自己减重了50斤。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哈！以至于后来大家都聊天，哎，走啊，今儿练什么啊？今儿练什么？练一波。最积极的是一博，练吧，练吧，今天练吧。对，一博永远是第一个。练吧，哎，今儿练不练？走啊！因为已经沉浸在那个氛围当中了。对，拍摄的道具器材上非常的难忘。因为我们在呈现座舱里的拍摄的时候用的，其实就是真的座舱，在一个很高的高空中，然后那个座舱会进行旋转，我们坐在里面，然后后面有很大的一圈 LED 的屏幕，让我们其实能够真实的能够帮助到我们对于在空中的感受，这样的话，其实这样因为那个座舱会滚动嘛，就是帮助了我们很多在表演上很难去呈现的那种。我明白了，就是那种转身或者是看哪个角度完360度的转动，不是说演出来的，它是真转的那个东西。哎呦，而且还能震动。就比如张大队快牺牲的那个飞机的震动，都是靠那个座舱帮我们震动出来的。是。这个是拍摄很难忘的一件。那你想飞就飞吧，注意天气。注意天气其实更多的是说让雷雨安全，但是还有一个层面是，父母根本不知道你在空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险情。其实天气并不是最危险的一个险情，很多险情比天气更加的危险，但是对于雷雨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好，谢谢。其实跳伞对于试飞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心理包括身体上，因为在0点几秒的弹射的瞬间是10几个 G 的过载，你的颈椎、腰椎都会缩短错位或者是缩短多少厘米，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伤。但是这些呢，雷雨都不想让自己的父母知道，而且包括雷雨也经历了张大队的牺牲，那时候他就已经坚定，我必须要把这个任务继续做下去，做到完成。但是当他的父母见到他是突然到来的时候，而且已经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对话，而且父母也是不支持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雷雨也是没有办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该怎么劝，都是没有办法说出口的。但是最后父母能够说出“你想飞就飞吧，注意天气”，这已经是对雷雨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跟力量了。既然儿子做以后，我再跟他讲一个故事，然后我大概下楼以后半个小时左右，他就说他对这个人物，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他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然后之后我们俩加了微信之后，我会给他推荐一些资料，然后他在进组之前做了大量的就是准备工作，然后去查资料啊，然后去看书啊，就是我们在进组之前就开始，他就已经对试飞员就是这个职业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完了以后进组之后，我们就开始去参观，然后请那个试飞员来过来指导交流，然后请一些航空专家给大家讲课啊，大家都非常认真。然后在那个我还记得就是一博的剧本，然后他自己用那个红色的书皮，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把那个剧本给裱了一下，然后上面粘的全都是透明胶带。然后杀青的时候，我看上面粘的全是那个便签那个码，然后各种颜色的，然后每一场戏
写了他自己的很多理解。当时其实当时没好意思说，现在都还挺想看能不能将来把那个剧本收藏，因为确实写了很多东西。有时候夜里2点钟左右，一博还得给我发短信，因为我们第2天要拍摄嘛，有时候晚上要剪片子，其实他们就那个制片部门就希望他们早点休息，然后一博会在夜里1、2点钟给我发短信，就跟我讨论第2天就是在戏剧逻辑、在人物上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准备。这个我觉得还是于是然后雨佳还有，谢谢。哎呦，我们的小家伙也来了哈。好嘞，来，这一场呢是我们的媒体朋友的专场有很多我们的媒体朋友。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各位主创依次和你跟我们好好能不能介绍一下、分享一下？这个角色的名字叫肖龙。是因为他出生的那天，就是他的爸爸就是张挺也是去试飞枭龙战机。这个战机的代号叫枭龙。然后枭龙这个人物也是用战机的代号来命名的，我觉得也体现了张挺爸爸是非常非常热爱这个试飞事业的一个试飞员。抱着一博哥哥就不松手了。往后推是吧？来听一下关拍老师的位置可以吗？关拍老师，好，来，我们关拍老师举一下手。来，导演，来看中间。对，这样比较好，来，关拍老师举一下手。来，我们统一一下视线。好，中间。好，关拍拍完。好，关拍后方，我们也来看一下。